你想要在外面告诉别人你懂区块链，但没用过 Uniswap， 别人可能会投一个问号的眼光。今天我们透过介绍 Uniswap， 把区块链市场去中心化生态概念跟添加流动性操作方法简单概要的完整介绍给大家。如果说交易所如币安 OKX 属于传统金融体系接触比特币的入门桥梁，那么加密货币钱包加上 Uniswap 就是真正多数人从中心化走向去中心化的第三大门。今天的主角 Uniswap， 它的 Unibit 可能不是最具话题性的，但认识这个平台不但能让你学会用去中心化的方式买卖数位资产，还能够对区块链交互资金池 LP、DEX 币圈重要概念有一个大的清晰认知。比起总是看市场消息和 K 线，多了解一些币圈的基本面，相信对长期在市场当中一定是有帮助的。视频中除了 Uniswap 的基本属性跟特色，我们也在后面演示一下如何在上面交易、添加流动性、组流动性池子风险在哪，甚至自己如何当庄家赚取手续费。出这期影片的初衷也非常简单，就是想钻研一下推得上大神每天分享流动性收益的具体方法和对应的风险。那这个呢，我们会在后期展开，先把基础知识学好。Uniswap 是一个在2018年11月上线以太坊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它的创办人是前西门子的机械工程师。2017年，他被一位以太坊基金会的朋友说服接触以太坊，而开始学习以太坊程式语言。那为了实战自己的学习成果，他参考了以太坊创办人的一篇文章，打造了 Uniswap。Uniswap 是一个让大家交易加密货币的平台，但因为它的去中心化跟我们传统对交易所的认知，比如币安 OKX 许多方面上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个去中心化金融 DeFi 的项目，它们基本上也包括了以下几个属性，包括智能合约取代人为控制，公开透明，自动运作且不可篡改，无需特殊许可，无需身份认证就能够使用。它由社区共同治理、共同贡献、共同决定未来，并且呢，它不会掌握用户的私钥。体感上，使用 Uniswap 跟使用币安或 OKX 最大的区别在于，币安这类中心化交易所，你会有你的交易所账户，那必须要完成实名认证才能交易。但在 Uniswap 只需要连接你的 MetaMask 或者是 OKX， 都可以支持将你钱包的资产和平台上的币进行交易，不需要额外再注册一个账号，也不需要进行身份 KYC。大多数情况下，它也不会去管你是谁，这就是 DeFi 的核心精神，无需许可。另一个差别，传统金融交易所大多数采用的是订单簿的交易撮合机制，什么意思呢？任何交易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用户能用市场上合理的价格买进或者卖出加密货币。而订单簿的模式就是它集结无数卖家的出价和无数买家的出价丢在这个订单簿上，而随着愿意出高价的买方变多，愿意用这个价格卖出的卖方变少，这个标的的价格呢就自然会上涨，反之亦然。通过这样的方式，用户能用就市场供需双方共同决定的价格交易。Uniswap 打造一套简单却美丽的 XY 等于 K 的模型，让整个系统不再需要考虑繁杂的挂单价格，只需要开一个资金池，投入适量数量的 USDC 和 ETH， 透过这两种币的比例，让用户在市场供应的价格买进或卖出以太坊。这种创造市场的机制被称为 AMM 自动做市商。自动做市商有什么特点呢？首先第一，你可以当庄家，任何在 Uniswap 上买币的人，他的底层逻辑不是在跟平台买，而是在跟资金池买币。比如说我想用 USD 去购买 ETH， 那在系统后台，你就会在这个资金池里面投入相对应的 USDT， 领出 ETH。假设原本池内 USDT 跟 ETH 的数量比例是1900比1，那你就用1900颗 USDT 兑换1颗 ETH， 犹如现在的 ETH 价格是1900美元一样。有趣的是，因为你在换钱的动作之后，资金池的 USDT 的数量会上升， ETH 的数量会下降，因为你把资金池的 ETH 给掏出来了。那池内 USDT 跟 ETH 的比例就会变大。这由于一般交易市场当中，当以太币就是出现买家的时候， ETH 会上升一样。最有趣的是Uniswap 它虽然是一个交易平台，但平台的手续费却主要是由资金池的资金提供者来赚。而由于任何人可以建立自己想要的资金池，所以你发了一个山寨币，你也可以在 Uniswap 上创造市场，或者你可以把自己的 ETH 跟 USDT 投入现存的资金池当中，这就意味着我们自己就可以当一个小小的庄家。每次有人在 Uniswap 上进行交易的时候呢，你可以赚取 0.01% 到 0.38% 不等的交易手续费。那这个庄家的角色会被称为 LP， 也就是流动性提供者。你可能在其他 DeFi 项目当中已经听过这个名词了。提供流动性，将资产注入到流动性池子当中，一定能赚钱吗？不一定，甚至可能会赔钱。这里会涉及到无偿损失，我们给大家做一下解释。造成 LP 损失的原因就是无偿损失。通俗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币价的变化，将代币注入到流动性池子当中，相较于一直持有代币，你的资产总值是降低的。
举个例子，假如在这个流动性池子当中，那它是 ETH 和 USDC 啊，流动性池当中一共有2个 ETH 和3000 USDC， 那么1枚 ETH 的话，是不是对应1500枚 USDC？那某个 LP 提供者，他提供总流动性的10%，也就是说，它就是有0.2个 ETH 和300个 USDC。那当 ETH 的价格变化到2000时，意味着有人去买了 ETH。那怎么买呢？使用 USDC 啊。所以整一个流动性池子当中 ，ETH 的数量变为1.73个，因为它买的是 ETH 嘛。USDC 的话变为3460个，因为它是用 USDC 去购买的。那此时你的 LP 的资产变为0.173个 ETH 和246个 USDC。那如下图所示，当 ETH 的价格变为2000时 ，LP 持有的资产价格为就是0.73，然后乘以这个数额就是692。但如果 LP 没有提供流动性，而是一直持有代币，就是你没有提供流动性，一直选择持有这个代币，那么你的总资产价值为700。那这里的无偿损失的比例就是700减692除以你的就是原先的总资产是1.14%啊。那造成无偿损失的直接原因是流动性池当中的总资产价值降低了。当归属某个 LP 资产是流动性池子当中总资产一个固定的比例，上例中的话是10%啊。所以 LP 资产的价值也就降低了。可为什么流动性池当中资产会降低呢？那是因为流动性池作为 AMM， 相当于是市场交易的对手方。当 ETH 价值上涨的时候呢，市场上的交易者会优先买入 ETH， 因为大家都想追涨。那流动性池的话，自然撮合交易则是卖出 ETH。那自然总价值的话，相较于不卖 ETH 会有所下降，反之亦然。当 ETH 价格下跌时，交易或者卖出 ETH， 流动性池当中买入 ETH， 同样会造成总资产的贬值。这里学问还是挺多的，想要通过 LP 来赚钱的话，还得期待我下一期视频啊，仔细研究一下那推特上它的这个获利是怎么来的。那我也比较有兴趣去学这个东西。好，我们来说一下接下来的话题。对于一般的交易用户来说，最重要还是去比较一下中心化交易所跟去中心化交易所2种平台有何异同啊。那当然我们事先说了，那比如说币安它是需要 KYC 的，然后 Uniswap 它只需要一个 Web3 钱包，它的这个交易的页面是这个样子啊。我想最大的差别来自于为什么大家都选择现货交易的时候呢，在交易所进行交易，而不选择在 Uniswap。那它不是更加去中心化嘛？不是大家所追捧的东西嘛？但实际上 Uniswap 的交易手续费是比较贵的。除了平台给的手续费，区块链的交易还有不可避免要给该链原生手续费的 gas 费啊。那如果在以太坊上面的话，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贵一点点。再加上滑点的部分啊，那币安的交易深度，主流币肯定是比 Uniswap 来的深的。考虑到 Uniswap 已经是 DEX 当中最强的平台，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即使是非常信仰去中心化的玩家，在日常的交易当中也是会选择中心化平台，比如币安 OKX。因为现阶段的事实就是中心化的平台在他们守备范围内的各项竞争力还是要比去中心化像 Uniswap 这种平台强的。最核心的话就是滑点嘛，界面流畅度和交易深度。还有一个区别的话是上币条件，大型交易所上币的审核都比较严格，许多小市值的山寨币或者是名不见经传的加密货币，想要在 OKX 或者币安买到确实不太可能。但是在 Uniswap 当中的话，应该都买得到。这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 Uniswap 上面上架你的加密货币，无需许可，只是有没有人要买。那凡事的话都有一体两面，什么都买得到，也意味着有一些专门来割韭菜的小项目你也买得到。这也是为什么推荐用户在把币圈的基础知识搞懂之后，再去闯荡真正的去中心化生态。那怎么添加流动性呢？首先点击流动性池，在这里能找到你想要添加的流动性。我们这边比如说今天举个例子啊 ，ETH 和 USDC， 然后点击添加流动性。这里有2个有趣的点，第一个是费用等级啊，因为提供流动性不是会赚取，如果有人交易，你会它会产生手续费嘛，然后你就赚取手续费，对吧？那这里呢，它实际上问你的就是你想要多少的手续费。很多人会说，哎，我的比例越高不是更好吗？我有1%可以拿到1%的手续费啊。那如果选0.3%的话，是不是只能拿到0.3%？相较于它的话，少了0.7%。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啊，平台在让用户做交易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优先让他选择最划算的交易。也就是说，你如果选择1%的这个就是手续费的话，那大部分这个钱的话，它是不会跑到你这边去做交易的，因为谁会蠢到我要用1%的这个滑点来去做对应的交易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这里啊，它有 V3 头寸、V4 头寸和新的 V2 头寸。那这里的话是本质区别在什么地方？V2 解决了从0到1去中心化交易可行性，V3 解决了资金使用效率低、滑点大的效率问题，V4 解决了 Gas 高昂与做市商策略单一的可拓展性与定制化问题，将 Uniswap 从一个单纯的 DEX 协议变成了去中心化交易的基础平台。接下来是设置价格区间自定义区间和全区间在于自定义的话，可以将流动性集中在你指定的特定价格区间内，那提高你的资金效率和费用收益，但需要你更加主动的管理，因为价格一旦就是一旦高于它或者是低于它，那你的这个策略就失效了。而且一旦高于的话，比如说它现在 ETH 已经涨到2000块了，那么你账户当中应该所有的都是你的 ETH 那反之，如果价格下跌的话，你账户当中所有的话应该都是你的 USDC 就是一旦跌出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它会自动执行那个策略，将所有的钱买入或者是卖出你的 ETH。全区间的话，就是说提供全区间流动性，可以确保在所有价格区间内参与市场。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无偿损失。无偿损失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然后这是你选择的周期，1天、1周、1个月、1年，或者是全部时间。价格策略的话，这里呢看你觉得 ETH 相较于 USDC 的话是较为稳定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它。然后最低价格、最高价格，只要价格在这个区间，你的策略都是有效的。接下来就是存入对应的代币，你要存入1枚 ETH 的话，那么你就要对应的付出1823.48枚的 USDC。那我们刚刚也说了，可以按比例的话，比如说我们用10%提供这个资产的话，那么它大概是182。然后这里呢，流动性提供之后呢，一般来说是过几天会有手续费的收益，但是还是要去说明一点我们今天的话只是做科普分享，关于 Uniswap 以及怎么添加流动性。稍后在下一期视频当中，我们再给大家逐帧去分析，推特上大家是怎么去添加流动性，怎么因此获利的。请一定要记得，因为现在不是你做任何动作的好时候，也不是你做任何投资的好时候。等我们熟悉了之后呢，再去利用这个现有的知识，然后去让我们更加获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20%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20%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Bybit 最高30%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Get.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20%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还有一件事，我们认为金钱是一种流动性的能量，当你将财富给予需要的地方，它将化成成千上百的善意回到你身边。所以我们在 QQ 开设了公益群，如果你有任何公益行为，请在进群后无私分享出来，通过我们频道来给你传播，让更多人加入。感谢大家对公益事业的支持。